我和霍子轩青梅竹马半生，终是活成了一对怨侣。我恨他明明与我拜天地，结连理，心里却始终念着另一个女人。他怨我自作主张，强行恢复他的记忆，逼死了他的救命恩人。霍子轩，我们16年的情谊，在你眼中竟比不过你与旁人的短暂1年吗？你心里究竟还要念着他多久？如果不是你，阿九也不会跳河。谭雪兰，你让我回来，我回来了；你让我做回你的丈夫，我也做了。可我心里想着谁，还要由你来掌控吗？三世几段事分成。事已成亲多年，我们同床异梦，貌合神离。他要我饱受夫君另有所爱之苦，我要他终身不能同心上人相守。我们彼此怨恨，相互折磨。可在成亲的第7年，我寒毒复发，命不久矣。我以为霍子轩会庆幸自己终于能摆脱我了，谁料他以命换命，救了我。霍子轩，你不是恨我吗？为什么还要救我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有我？冷落你多年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愿意用这条命来还你。谭雪兰，这一生我不见你了，可我唯独负了阿九。若有来世，你放过我吧，不要恢复我的记忆，让我同阿九生死与共吧。霍子轩，你就那么爱他？明明你也说会爱我这一辈子的。求你，好，若有来生，我成全你。原来世间万般情谊，皆不可强求。若我能早免真痴，早悟蓝烟，也不会有今日之果。再次睁眼，我发觉自己回到了寻回霍子轩的那天。我生来便带寒毒之症，每遇寒便会发作。大夫说我寿命苦短，因此得家人格外疼惜。虽体弱多病，却从没受过一点苦。尤其后来遇到了霍子轩，他对我更是千娇百宠。汉娘常说，我这骄纵脾气，霍子轩要占7分责。一拜天地。我们成婚不久后，他添我离经百里的深山上长着烈阳花，可根治我的寒毒，便去寻觅。却不想坠下山崖，失了踪迹。我找了他1年，终于在一个小渔村里找到了他。他失了记忆，甚至还爱上了另一个女人。子轩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你试试。我管你们是谁！现在我爱的人只有一个桑丘，什么妻子，什么青梅，我不认。前世我得知霍子轩失忆后，强行派医师让他恢复记忆。他跟我回京之后，
救他的女子便投河自尽，他将桑九之死怪在我身上，至此我们成了怨侣。就连临死前的以命换命，也是他为了自己和心上人求一个来世圆满。儿啊，雪兰是你千辛万苦求来的妻，你这样说，日后定会后悔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和离。子轩，原来你身份那样贵重，我只是一个小渔女，你会不会不要我？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抛弃我，你答应过会一直陪着我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阿秋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和你的妻子那样好看，和她一比，我简直是脚下泥。过往种种我已尽数忘却，如今我爱的人只有阿九一个。至于你们口中那些青梅竹马、情深似海，对我而言，忘便是无关紧要。雪兰，若有来世，你放过我吧。霍子轩，你身为侯府长子，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小渔村里吧？这样，你带他回京，我们和离。你既真心爱慕他，总不好教他无名无分吧？你跟我们回京，我和离，我退出，我成全你。雪兰，子轩如今只是失忆，那些话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待他恢复记忆，定会追悔莫及的。母亲，我是真心想同子轩和离。我身患寒毒，本就活不长久。子轩为我寻药，遭此劫难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我又怎敢再连累他？如今他另有所爱，不如将错就错吧。荒唐！那渔女什么低贱身份，也配做我霍家主母？此事我绝不同意。难道母亲想和子轩离心吗？唉，容我再想想吧。方才事态紧急，竟忘了同你说一句，好久不见，桑九。桑九，好久不见。小姐，不必叫我小姐，你离开之时，我不是已经让你脱了奴籍吗？找不到尸身，他却一定还活着。春心，你多派些人手去搜山。小姐，我家里送信说我年纪大了，给我找了门亲事，叫我回老家成亲。我也失踪，小姐焦头烂额，眼下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你却想走。我也坠崖之处就在我老家附近，当初母亲来信说捞了个从河上飘来的人，我便猜到是孤影。难怪你走的那样匆忙，是想赶回老家将他藏起来。是，小姐喜欢子轩，我亦如此。我对他的情谊一点都不比你少，他可是侯府长子，那样的体面尊贵，你却让他给你捂脚，让他给你下厨，你把他当狗一样使唤。小姐，你配不上他。纵然我有千般不是，可我们夫妻之趣也容你多嘴。若我一定要他恢复记忆，带走他呢？那我便跳河自尽。小姐，你知道的，他对感情从来忠贞，若认定一人，此生不渝。从前是你，如今是我。若我死了，他必定会记得我一生。往后你们夫妻不睦，我也算死得其所。前世我强行带霍子轩回京后，桑九便投河自尽，的确让霍子轩念了他一辈子。这根心上刺，他扎得很是成功。你都听见了？霍子轩，你都听见了？你所谓的心上人、救命恩人，从前是我的贴身婢女，她从一开始就知晓你的身份，明知你我青梅竹马，明知你我夫妻恩爱，却故意将你藏匿起来。她一直都在哄骗你。
子轩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，我是骗了你，可我都是因为爱你啊，我想要同你在一起。我知道自己比不上小姐，我只是贪恋和你在一起的时光。所以呢，他是骗子又如何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已经爱上阿九了，过去的对和错又有什么要紧的？谭雪兰，你想让我认清他的真面目，好回到你身边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的。就算他欺骗我、利用我，就算他是十恶不赦、罪无可恕之人，我霍子轩也绝对不会放开他的手。我会爱他，爱他一生一世。子轩，是你如今那样爱他，我怎么还会对你抱有期待？以为你知晓了他的真面目，就回到我身边呢？毕竟这一模一样的话，你也同我说过。我找你，是因那日你说回京之后便会同我和离，但口说无凭，我要见到和离书。该说夫妻之缘，恩深义重。霍子轩，接住我！又不穿鞋，若是受寒，可是有你痛的。那你给我暖脚啊！前世3年结缘，适配今生夫妇。我告诉佛祖，我霍子轩绝对不会放开谭雪兰的手，我会爱她，爱她一生一世。求佛祖，让你我此生永不分离。哎呀，笨！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快，你快重新许一个。怕什么？难道佛祖还能管我和谁在一起？既已二心不同，难归一矣。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你到底还要念着他多久？霍子轩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愿夫君相离之后，再许窈窕淑女。谭雪兰，这一生我不欠你了，可我唯独负了阿九。若有来世，你放过我吧。结缘世间，更莫相赠。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这下你们满意了？说写就写，看来你口中的用情至深，也不过如此。霍子轩，再深厚的情谊，早在前世的怨怼中，也被一次次的歇斯底里消磨殆尽了。好像心中空了一大块。子轩，你抱我下去嘛。坐坐。桑九，他不是回老家成亲，怎么和姑爷攀扯到了一起？这个小贱人敢背主爬床勾引姑爷，看我不撕了他！春心小锁，我已决定同霍子轩和离，往后他不是你们姑爷了。说起来，小姐既已同子轩和离，住在霍府，怕是不太合适吧？毕竟也算是前妻了呢。这么着急的将小姐赶走，我看你是迫不及待想上位吧？哼，白眼狼！当初要不是小姐救了你，你早就被你爹打死了。放肆！谭雪兰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下人的？霍子轩，我虽已写下和离书，但官府尚未盖章核实，名义上我仍是你的妻。现在就想赶我走，未免有些急不可耐了吧？子轩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毕竟我一个小门小户的，自然没有小姐知道的周全。我以为是小姐还对你心存期待，怕你恢复记忆，故意拖着不肯走呢。哼！既然和离的手续繁杂，那我不如一纸休书休了你，也好过让阿九担惊受怕。霍子轩，你失忆怕不是把脑子也丢了？和离书送到官府，最多3日核实盖章，
你连3日都等不了。再者说，你休我，你以为我谭家是吃素的不成？你说不怕你霍家在官场举步维艰，不怕你宗族子弟断了仕途，不怕你一众表哥从军无望，与我谭家结为死敌，你大可以现在就将休书拿来。我肯和离，也是给你们体面，别不知好歹。我说怎么半天不见你们进府？原来有人还没入我霍家门，就想做霍家主啊！母亲，阿九说的也对，哪有前妻和离之后还住在前夫家的道理？那我便认雪兰做义女，这一下她总有资格了吧？什么东西？雪兰，你安心。什么和离，我只当是哄着紫萱回京的借口。我呀，只认你这一个儿媳。紫萱，霍夫人更喜欢小姐呢。安心，我不会叫你受委屈。小锁，将这和离书送到官府，请他们尽快检审戳印吧。小姐，当真要与姑爷和离？姑爷当初求娶您，费了千辛万苦，说有朝一日他恢复记忆，直到小姐被自己作践走了，只怕要追悔莫及。他不会的，他不会后悔，能与桑九此生圆满，是他求而不得的。我让乔索将和离书送至官府过明路，他知晓和离之事板上钉钉，便塞了银子。果然，不出2日，和离的文书便到了手。小姐，和离手续都办完了，我还找了个3进3出的大宅院，即刻便能搬进去。谁稀罕在他霍府受窝囊气？小姐不好了，那白眼狼篡夺着霍公子，将所有与你有关的物件烧了个干净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小姐，如今紫萱的心里只有我。我瞧见她屋里有许多和你有关的物件，很不开心，于是她便将这些全都烧了。毕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我看你是怕霍公子触景生情，恢复了记忆，就不要你吧。毕竟他以前有多爱小姐，你也是看在眼里的，只怕那时就恨得牙痒吧。桑九，做人还是留一线的好。我是没有小姐长得好，没有小姐懂得多，也没有小姐那样的好家世，可我有一点比小姐厉害，我能活得久，我能陪紫萱更长的时间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紫萱，我的脸好疼。谭雪兰，这些东西是我要烧的，和桑九无关，你凭什么让人打他？他知我寿短，咒我早死，凭何打不得？紫萱，我没……这院中可不只有我的婢女，你的音量也不小。你我既已和离，留着这些也无用，不如烧了干净，省得日后纠缠不清。你说呢？16年青梅竹马，竟只落得纠缠不清4个字。我那里也有一些物件，拿来一并烧了吧。你不必同我赌气。你烧这些便是理所当然，我烧便是赌气。霍子轩，难道我就不配当断则断吗？无期阿兰见字如面，离苍山还有30里，一想到烈阳花治好了阿兰的寒毒，阿兰就可以长命100岁，我便心中欢喜。阿兰，离开你的第3天，我便想你了。我的阿兰十指纤纤，胜似白玉，可不好扎得满是窟窿眼。来，我来给阿兰修红盖。霍子轩，推高点，再推高一点。紫萱，紫萱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好情不负，非失去。
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没有，我与谭雪兰已经和离，即便恢复记忆，也已前缘尽落，只会惹得桑九心中不安。算了。这是你的那份和离文书，已经办好了。这么快？不是说要等3日吗？你不是很着急吗？我已另找了一处宅院，今日就会搬走。母亲既已认你做义女，你大可在霍府住下。子轩，霍子轩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义女不过是说辞罢了，难不成你还真想与自己的前妻兄妹相称？就算再大度的女人，也做不到看着自己的前夫和他的新夫人在眼前你侬我侬，情意绵绵吧，都给彼此留点体面吧。哼，对，你若真想断个干净，还是将霍府重新修葺的好。毕竟这府中有多少是为着我而建的，想必你旁边那位比你我更清楚。子轩，你开口留他是不是舍不得？你说过你如今只爱我的。没有，我只是客套客套。世间情谊不过白日烟花，兰因絮果，开篇再是美好，结局也会不尽人意。不如当断则断，早悟兰因也好过彼此憎恶，半生蹉跎。霍子轩，今生你如愿以偿，我放过你了。一束贪意的风，在眼神交汇的时刻。前尘往事断了干净后，我便离开了霍府，倒也过得还算清静。父母兄长得知我与霍家之事，气得在书信里骂了霍子轩整整3页纸。小姐，听说老爷给你另找了门亲，你为何不答应？你这小姐我呀，身患寒毒，本就活不长久，既知自己时日无多，又何苦再连累旁人？不如将剩下的日子过好，也不枉来世上一遭了。小姐莫要说这样的话。前些日子郡主送来请帖，邀请小姐乘船游湖。小姐，我们去散散心吧。那日见火堆中还剩下这半枚护身符，也不知怎么的，鬼使神差就给捡了起来。阿兰，听闻这护身符是最管用的，我特意为你求来，你一定要将它贴身放好。霍子轩，子轩，这是那日漏掉的，我这就把它给扔掉。我知道子轩心里还有小姐，你们16年的情谊，心有惦念，在所难免。阿九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。听闻郡主设宴游湖，子轩，我想与你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好。我原是不打算宴请霍家的，那女人什么身份也配入我的宴？可她竟好生不要脸，带着霍子轩上门来求要请帖，我也不好不给。无妨，移情别恋的是他，我有何惧？你倒是豁达。小姐既已离开霍府，为何不回京里？将我赶出霍府还不够，还想赶我出京？小姐如今和离已是弃妇，弃妇难嫁。听闻谭家给你另寻亲事，你又为何不肯？桑九，你不是自诩霍子轩对你忠贞吗？怎么，你那么有把握的爱，让你觉得害怕了吗？害怕的，急着我赶紧2嫁了。承认吧，小姐，你分明就是对他贼心不死。
你不肯离京，不肯二嫁，就是为了等他恢复记忆，回心转意。为什么这么久了，你还是不肯接受现实？他如今爱的只有我。你想干什么？小姐，我不会让你如愿。宋九，为什么？霍子轩，我明明已经如你所愿了。我只是同小姐说说话，叫她不要惦记你了，可是她却把我推了下去。说谎，小姐才不会推你。霍公子，我家小姐身患寒毒，不能御寒。如今春寒料峭，湖水冰冷，她本是撑不了多久。我求求你，我求你可在往日的情分上救救她吧。子轩，我好了。他将阿九推入湖中之时，可曾念着往日情分了？冷水泡泡而已。至于是生是死，看天意吧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救人呐！男人变了心就是绝情，他以前可是视雪兰如命的呀。那小贱人什么伎俩，当真以为没人知道，也就霍子轩眼蒙心瞎。阿娘，好冷啊！为什么你就那么想我死？我不是成全你了吗？徐太爷，他如何了？救上来的太晚了。谭姑娘体内的寒毒一朝复发，压制不住了。哎，准备后事吧。谭姑娘体内的寒毒一朝复发，压制不住了。哎，准备后事吧。都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我劝小姐去散心，她也不会遇到那个贱人。徐太医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他可是谭家的人。大人，您看此药是否能用？这是先前老爷从金陵寄来的。无根草只能暂时压制寒毒，保他一命。想要回到从前，怕是难了。你们要早做准备。她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小渔女，你就这么容不下她？雪兰，是你把她活活逼死的！我子轩，我恨你！小姐，你醒了。我们回金陵吧，我想阿爹阿娘了。子轩，这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喝。那别喝了，反正你也没病不是吗？阿九，你同我说实话，那日游湖究竟是不是谭雪兰推你下去的？就是他。可是郡主以然来袭，说明真相。那日在甲板上，你抱着谭雪兰跌入湖中，被人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们这些世家贵女瞧不起我，自然不会替我说话。阿九，我是说谎，是我将谭雪兰推下去的，我污蔑她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坏女人。所以呢，子轩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没有哪个女人能容忍别的女人惦记自己的心上人。她不肯回金陵，不肯二嫁，分明就是还在惦记你。我只是想小小的教训她一下，我没有想要害她的。真的，子轩，我只是气昏头了。
罢了，过几日你随我去跟他道歉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跟一个抢走我未来夫君的女人道歉。子轩，你要了我吧，要了我就不和他计较了。郡主已将那日真相广而告之，霍夫人亲自登门赔罪。负心汉和那个白眼狼倒好，人影都见不到。往好处想，说不定是死了呢。那很好啦。小姐，船只已经备好了，我们3日之后便回金陵。好，滚啊！我们小姐不想见你。小姐真是福大命大，又从鬼门关走了回来。不过也好，既然小姐没死，定能来参加我和子轩的婚宴。3日后我们就要成亲了，小姐赏个脸吧。当初要不是小姐救你，你早被你爹打死了。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带着你的脏东西滚！春心，难道我就活该一辈子为奴为婢吗？我想向上爬，我想攀高枝儿，我想过得好，我有什么错？这世上不想做姨娘的丫鬟不是好丫，不想做主母的姨娘也不是好姨娘，是人就得往上爬。你们不过是嫉妒我如今翻身成了主子。小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和子轩已经有夫妻之实。小姐，你生来便带寒毒之症，体弱多病。我知道你和子轩虽然成了婚，但他却不敢碰你。他没什么经验，也对，毕竟第一次都只会横冲莽撞，让我第2天险些下不来床。10岁之位以后，他每晚都缠着我，要了一回又一回。小姐你瞧，这些都是子轩留下的啊。那些年他为了你，连女人的滋味都没有尝过，真是苦了他了。不过好在他如今有了我。所以呢，你故意将你与霍子轩是如何恩爱的细节说与我听，是想看我发狂，看我歇斯底里，看我仪态尽失，好露出和你当时一样极度丑恶的嘴脸吗？还不明白吗，桑九？你费尽心力攀上的高枝，于我而言，不过是枯枝烂叶，随手可弃而已。你不过是投了个好胎而已。你不服，那你重新投胎。你想做什么？托你的福，我阿爹送了一片暗卫来保护我。只要我想，你今日就得把命留下。我若要杀你，你今日绝对走不出这屋子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你若杀了我，霍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桑九，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就算我真的杀了你，霍夫也不敢找我的麻烦。你忘了霍夫人对你厌恶至极了？哦对，霍子轩倒是会恨上我。既如此，但又如何呢？他对我是爱是恨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啊，杀了你，让他痛不欲生，好像也不错呢。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小人得志，不该向你耀我，对不起，小姐，我求你放过我吧。骨头这么软，还怎么翻身做主子？带他去外面跪着，跪满3个时辰再丢出去。霍家敢来要人，就打出去。谭雪兰，等我做了霍夫人，我要你1000倍奉还。表情不对，是在心里这么骂小姐？小姐还是太心善了，为何不直接杀了他？杀了他，就真的和霍子轩纠缠不清了。
啊，这霍公子先前不是爱谭家女爱得死去活来吗？怎么如今另娶新欢了？听说是失忆后移情别恋了。哎，前些日子还把前妻逼得差点没命。你自己不嫌丢人，非要办的婚宴，又在东张西望什么？他没来吗？哼，你和那小贱人害得雪兰差点没命，还指望他来给你这个义兄前夫送礼，要点脸面吧。我只是想替桑九跟他道个歉。他来不了，雪兰要回金陵了，他爹给他另寻了一门亲，算算时间，船也开了。他要回金陵嫁人？为什么听到他要嫁人，我的心会这么痛？霍子轩，子轩，你要去哪儿？上！怎么布置的这样喜庆？小姐回家是大喜事啊！谭雪兰，等等，谭雪兰！谭雪兰，等等，谭雪兰！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。没有，小姐听错了。船家，赶紧开船！谭雪兰！谭雪兰，我后悔了，我们不和离了，好不好？霍子轩，我如你所愿放过你了，你也发发慈悲，留我一条苟延残喘的命，行吗？你眸中万尘，突几声，我便作声。寒手提佛丝，一笑便回春。谁怜尽万年，有路红尘，你愿我终生女儿心不脱，难归一日。谭雪兰，霍子轩，阿兰，子轩，阿兰，子轩，阿兰，子轩。我的阿兰，不要我！思轩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快些拜堂吧，喜事都快过了。子轩，天涯星火燎原，只愿是离不愿别。诸位都请回吧，今日这婚宴不办了。子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场婚宴我们期待了那么久，你怎么能说不办就不办？你恢复记忆了？子轩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把我藏起来，如果不是你骗了我，我和阿兰绝对不会走到如今这般地步。我是骗了你，可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你了。我对你的情谊绝不属于小姐，子轩，我没有小姐那样的犟脾气，没有泰山
小性子，我会听你的话，我会事事以你为先。除了家事，我比小姐更配你。杀了你！你难道想一尸两命吗？子轩。你怀孕了？这不可能！这一个月你尝到了甜头，带着我多少次颠鸾倒凤，你忘了？子轩，你我都很了解小姐，不是吗？一个脏了的男人他是不会要的，你如今后悔也是无用了，不如将错就错，同好好过日子。就算你找回了小姐又能如何？她又不能生，难道你忍心活家子嗣断在你这一脉吗？生下孩子就给我滚！你忘了你对他见死不救了？冷水泡泡而已，至于是生是死，看天意。他寒毒复发，活不了多久了，他就要死了，能陪你到最后的只有我。你跟了雪兰这么多年，难道还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离不开的那个人从来都是子轩吗？哼，或许你看出来了，只是你不甘心。来人，把他关起来，从今往后不准踏出这院子一步，直到他生下孩子。前世今生，这是我2世以来第1次归家。爹娘得知霍子轩的所作所为后，都气愤不已。阿雄更是气得提着长枪便要坐船赴京，想为我讨个说法。阿雄，我既已决定放下，便不会再回头。霍子轩与我不过是过客一场。回来就好，咱们谭家的女儿何愁找不到好人家？许是老天不给我活路，会禁令不出1月，我的寒毒便有了复发的症状。明明是春暖花开的仲春，我却要裹着厚实的披风，在烧满木炭的屋子里，才不觉得冷。我苦命的女儿！爹娘日日垂泪，为我寻求痊愈之法。我只希望渺茫，偷偷瞒着他们，选了一处依山傍水的好去处，做我最后的归宿，然后静静地等死。小姐，司徒家来人了，你有救了！司徒？莫不是那个世代都是医者的司徒家？你便是谭家那个病恹恹的女儿。阿妹，这位是司徒家的长孙司徒白，父亲特意为你请来调理身体的。先前那株压制寒毒的无根草也是他送的，他亦是那位被你拒了的二下夫婿。什么？他体内的寒毒反噬太过严重，入京之际只能缓慢医治，先从解毒开始吧。阿妹，你别怪爹娘，你生来便带寒毒，寿命苦短。司徒家世代从医，医术高明，若你能嫁入司徒家，爹娘也会放心些。阿兄，我这副病弱的身子，又有谁会看得上呢？可阿爹求上司徒家提出结亲时，我看这位司徒长孙答应的挺痛快的呀。
司徒白留在谭家以后，细心调养我的身体，凡是关乎我的药，他皆亲力亲为，从不假手于人。这药也太苦了。良药苦口，来，张嘴。啊，梅子糖，你赞助我喜欢。我知道的还有很多。司徒公子还真是医者仁心，对每一个病人都这般悉心关照。没有每一个，阿兰，只你是如此。公子，莫不是将那婚约当了真？公子人中龙凤，气宇轩昂，若要娶亲，想必不缺好姑娘。我一个随时命丧黄泉的病秧子，公子何必执着于我？我会治好你的。我曾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他身患寒毒，寿命短暂，却不是爱人之心。哎呀，谭家的女儿端庄贤淑，心地善良，什么都好，奈何老天爷不给命啊！在梦中，他早已成家，我不敢逾矩，借着家族交好之名，为他搜罗药材，延缓寒症。白药、当归、鸡血藤，小姐，不知何人寄了好多药材，您的寒症可以延缓啦。原来那些药材都是他送的，我还以为是阿爹。她很爱她的丈夫，可她的丈夫却总念着另一个女人。她痴痴等了7年，等到寒毒复发，本以为丈夫回心转意，愿意以命换命的救她，却不想是丈夫为了和另一个女人求来生，纵然以命换命，但也只是虚妄，她最终还是香消玉殒。因为一个光怪陆离的梦而对我用情至深，司徒白，你不觉得荒唐吗？你真的觉得那只是梦吗？司徒白，如今我病骨之里，命不久矣，你是再清楚不过的，我不想再拖累其他人。阿兰，先别急着拒绝好吗？我只是想有个照顾你的机会。有了我的默许后，司徒白变本加厉，每每喝药之际，他总会变出新鲜玩意儿，当做我喝完药的奖励。许是被他眼中的真挚感染，倒真的叫我燃起一丝活下去的希望。司徒白的药很有效，我体内的寒毒缓解了不少，手也渐渐暖和了起来。初夏来临之时，我已能从那满是药材味的屋中走出。初夏了，今年的烟花节也要开始了，好想去看啊！不可，小姐的身子才刚好不久，怎可外出啊？可是待在家中真的好无聊啊！司徒白，你劝劝小锁呗。也不知从何时起，对着司徒白撒娇这种事，竟也信手拈来了，莫名有些尴尬。若只是出门透气，也并无不可，但须得有我陪着。小锁，你看，小姐和司徒公子真是般配啊！你人太多了，为避免走散，还是牵着的好。阿兰难道不愿？那就牵着呗。中间的云开一片明月，照着这人间路三千，双手紧握便胜却所有誓言。阿兰，其实我你小心！你小心！
没事。你呢？有没有受伤？你背上都烫伤了这么大一块，还说没事？我们快先去医馆吧。我就是医师，我说没事便没事。阿兰是在担心我吗？我不喜欢身上有疤的男人。啊，那我们还是快些找个医馆吧。我为阿兰挺身而出，阿兰对我有没有一丝丝心动？这等挺身而出的戏码，霍子轩从前也做过不少回。我说回回都心动，那也不必同他和离了。阿兰，其实我……阿兰，阿兰，我一直在等你。阿兰，我好疼。阿兰，他是谁？阿兰，他是谁？和你无关。阿兰，听我解释，我记忆恢复了，我没和桑九成亲。霍子轩，你和桑九有没有成亲，都改变不了我们已经和离的事实。你给我让开！阿兰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犯了错，可那都是因为我失忆了，我被桑九哄骗了。你不能就这样直接判我死刑，你总要给我个挽回的机会吧。你口口声声在乎阿兰，可阿兰回了金陵2月有余，你才寻来。哼，可见你的在乎也不急于一时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阿兰，我本来一早就想来找你，可我一动身，桑九他就要死要活，我没办法，我安顿好了他才……我和阿兰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轮得到我在这多嘴？怎么和我无关？毕竟我是阿兰的未婚夫啊。阿兰也是你救的吗？他那么爱我，不可能不要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勾引的阿兰。霍子轩，你给我住手！阿兰，你为了他打我。霍子轩，你早就没关系了。老鼠带上勋章，最高气昂登殿堂。霍子轩来到金陵后，隔三差五便想登门寻我，但因这先前的事，阿弟阿娘都对他没有好脸色，阿兄更是几次将他打了出去。无法，他只能在离谭府不远处的客栈落脚。小姐，今日的汤药。阿兰，阿兰，我是子轩啊，你见见我吧。简直是比夏日里的蝉鸣还要聒噪。小姐，不如我叫人将他打走吧。不说清楚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罢了，叫他进来吧。小姐，我在京都的朋友来了信，说桑九他有了身孕了。安心吧，无论桑九有没有身孕，我对霍子轩都早已毫无情意了。阿兰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放心，如今我恢复记忆了，霍夫人的位置还是你的。你是何时恢复记忆的？我大婚那日，母亲说你要回金陵二嫁，我不知为何心中惶恐，便去追你。成了河，就都想起来了。霍子轩，你可真有意思。我要同你和离，你不怕；我要另嫁他人，你却后悔了。你这是潜意识里笃定我和离之后还会对你死心塌地，所以你才有恃无恐地说和离，娶新人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阿兰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对你的情谊这么多年来从未变过，我只是，阿兰，求你别不要我，我爱你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你知道的，我从不回头。霍子轩，你既然只爱我，前世为何会因桑九的心而埋怨我呢？我不要，阿兰，
我不要和你分开，我不要。对了，还没恭喜你要当爹了。你都知道了，阿兰，那不是我的本意，是桑角勾引我，他勾引我，我才……阿兰，等他生下孩子，我一定将他赶走。他有句话的确没错，我身子不好，生不了孩子。如今霍家后继有人是好事，我都理解。可是霍子轩，我今日来就是想同你说清楚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。或许你不信，但这一切本就是你求来的。这世上的很多情谊，终有物是人非的一天。与其最后面目可憎，不如现在。你都听见了。阿兰，若有一天我也做错了事，你也不要回头，比起为自己挽留，我更愿你随心自在。我本以为自己和霍子轩说的够清楚了，奈何他还是不肯放弃。每每我出府之时，他总会想方设法凑到我身边来，引得司徒白与他争风吃醋。今日茶楼来了个戏台子，唱的一出《长恨记》，很是不错。阿兰，好巧啊，你也来听戏啊？这位前夫义兄，我看是你跟踪我们吧？哼，总比某人无名无分、死皮赖脸的强。我可打听清楚了，阿兰根本没有同意二嫁之事。你们两个真是够了！阿兰，许是上天不怜我，压制了许久的寒毒，终于在某一日开始了反扑。我再一次缠绵病榻，只是这一次再无希望。司徒白，你司徒家不是世代统一吗？你怎么会治不好阿兰呢？司徒白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寒毒反噬，先前努力功亏一篑，阿兰他司徒白，阿兰，你坚持坚持，我已经派人去请师傅了，师傅他一定有办法救你的。阿兰，对不起，是我学艺不精，我没用，我治不好你。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还好那时没答应同你成亲，没有连累你。若是能用传闻中百年一开的烈阳花，烈阳花我有啊，坠崖之前我踩到它了。司徒白，在我将烈阳花带回来之前，你务必要保住阿兰的命，只要他能活，不介意将他让给你。不用你说，我定拼尽全力。从金陵赶到京都，走水路上需半月。那时的我陷入昏迷，不知道霍子轩为了这一线希望，昼夜不歇地跑死了7匹马，才在5日内便赶回了京都。子轩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记得当初我踩到了烈阳花，便是坠崖之时，我也紧紧地将它握在手中。你告诉我，如花如今在哪儿？子轩，你将怀有身孕的我独自一个人丢在家中，不管不顾的去金陵城追寻小姐，如今一回来便质问我，我只问你，如花如今去哪儿了？那花的确在我这儿，你这般急切，是小姐她要死了吗？是，阿兰如今不会再担心，急需烈阳花救她的性命。桑九，只要你把烈阳花还给我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好。桑九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！桑
久，你就那么想要置阿兰于死地，连最后一丝希望都不肯留给他？我就是想让他死啊！你歹毒至极！我心思恶毒这件事，你不是一早就清楚吗？那时候你还说，纵然我十恶不赦，罪无可恕，你也绝对不会放开我的手。怎么恢复记忆就变了？子轩，我是处处不如小姐好，唯一能比过她的就只有活的久，我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赢过我呢？烈阳花浴火则燃，竟烧得只剩灰烬了。小姐她明明已经什么都拥有了，为什么还要同我抢？为什么她总是惦记我的人？当初我就不该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将你留在霍府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要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霍府！霍子轩，你既然这般的爱慕小姐，那我算什么？在小渔村的那一年，你口口声声的说非我不可，又算什么？算你痴心妄想，算我倒霉透顶！痴心妄想，好一个痴心妄想！没关系的，我还有孩子，孩子在手，他不能不要我的。等谭雪兰死了，他会回心转意的，我等得起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阿兰，坚持住，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如果不是你，阿九也不会跳河。谭雪兰，是你害死了他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。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你到底还要念着他多久？霍子轩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谭雪兰，这一生我不见你了，可我唯独负了阿九。若有来世，你放过我吧，我要恢复我的记忆，让我同阿九生死与共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可是霍子轩，或许你不信，但这一切本是你求来的。不是，这不是我求的，阿兰，我的阿兰。凌渊生来便带寒症，久而久之，寒气堆积，变成寒毒。毒可去，但气不行。若寒症一日不治，寒毒便源源不断。想要根治，唯有解决寒症。可根治寒症，非烈阳花不可。唉，若没有烈阳花，眼下还有另一荒诞法子，不知夫人可愿一试？神医，不论付出何种代价，我都愿意。只求您救救我女儿。那便找个五阳之人，速速成亲吧。祭拜天地。老朽一道双修，钻研世间阴阳调和。凌渊乃是阴年阴月阴日阴辰阴时出生的五阴之人，故出生便带寒症。
若要阴阳调和，除了烈阳花可补足体内阳气外，亦可通过五阳之人进行阴阳调和。可这要去哪里才能找一个五阳之人？我那儿徒儿没同你们说吗？这孩子便是五阳之人呐。伯父伯母，我绝不是趁人之危，我可以先写下合离书或者契约书，说阿兰不愿，待他性命无虞，我自会离去。二拜高堂。谭大人且宽心吧，待他们阴阳调和以后，便能孕有子嗣，便会连着母体的寒气和父亲的阳气一同转移在胎儿身上，诞下胎儿之日，便是令源康复之时。此法确实荒诞，但也唯有一事了。这段时日，我便留在谭府，定会保他们平安。夫妻对拜。可见这夜交接，在隔日欢庆也可见。阿兰，你还活着就很好。最是生死如梦可见。和司徒白成亲之后，我的病情果然好了许多。阿爹阿娘见此都开心不已，将老神医视作恩人，他们都盼我赶紧生下孩子，好性命无忧。你的腿好了？这段时日多谢收留。我当日匆忙赶回京都，想要取得烈阳花为你治病，却不料被桑九抢先一步烧毁。这是他的灰烬，但想来也无甚用处了。我已将桑九逐出霍府，从此以后，他与我再无干系。和我无关。阿兰，我赶回金陵时意外摔下了山坡，昏迷之间，我做了一个梦。那个梦好奇怪，好像我的另一个人生。我失了忆，你在小渔村找到我，你强行让我恢复记忆，将我带回霍府，而桑九却在我走后跳河自尽。我便认定他的死是你逼的，从此恨了你一辈子。往后半生，我们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，走到相看两厌，终成怨侣。就连最后用性命去救你，也只是为了求一个和桑九的来生。阿兰，你说这梦，它多可笑啊！也许它不只是梦。所以阿兰，你是因为这个才不要我的吗？霍子轩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可是在我心里，他永远过不去。阿兰，我没有办法去理解，去共情那个人生里的我自己。我甚至恨他，我恨他为什么要那样对你？明明从小到大，你才是我一直捧在手里的宝贝。恨他为什么要那个人生里的阿兰不要我？更恨明明都是他的错，为什么失去你的后果却要我来承担？可我又羡慕他，我羡慕他至少还有机会与你在一起7年，至少那个人生里的谭雪兰，到了最后还爱着那样不堪的霍子轩。可谁让那个犯错的人也叫霍子轩呢？我知道，如果再继续纠缠，阿兰只怕会更加厌恶我。所以，阿兰，我决定放手了。看你如今能够活下去，知道你能健康地欣赏这人世间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我会离开金陵，从此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但是阿兰，我也想你知道，那个让你痛苦的霍子轩不是我，我也不会变成他。我的阿兰，再见了，往后余生，知你平安喜乐，我便再无遗憾。我信他从前待我真诚炽热，也信他前世愿我刻骨铭心。可如今的懊悔终身，决然放手我也信，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上错了。
便是错了。阿兰，起风了。怕不是起风这么简单吧？我看某人是醋了。很多年以后，父亲官拜宰相，为重臣之首。谭家许家迁回京都，昔日好友皆来道贺。来，这也是奶奶，叫霍奶奶。哎呦，瞧着可真水灵。霍子轩也如他所言，果真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。哪里来的臭乞丐，给我滚开！小姐，我是桑九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家里人把我卖给一个老瞎子。小姐，我求你救救我吧，小姐。那是什么人？一个乞丐而已。小姐，外头风大，您和姑爷快回府吧。你们故意不让小姐认出我。桑九，我早就同你说过的，做人留一线。这一回可没有小姐来救你了。哎，救命啊！有人跳河啊！走吧，我们回家了。阿兰，唯愿你百死无忧。山河为证，此情有美颜。